係 Connie，今日帶大家去一個好適合露營、遠足、釣魚、遠離煩囂嘅地方，位於西貢區最南面嘅島嶼東龍島。前往嘅方法，我哋可以由港鐵嘅油塘站出發，行到去 A2 出口，行落呢條樓梯靠右行，喺地圖所示紅色點嘅位置就係我哋嘅目的地三家村碼頭。沿住最右邊呢條行人路一路行到海皮，途經三家村遊樂場，再行一條斜路就到㗎喇。嚟呢度亦都可以搭 14X 巴士，但佢嘅班次好疏，大約步行10分鐘就會到達三家村避風塘。眼前呢個就係鯉魚門避風塘，有好多嘅漁船停泊喺呢度，亦都係一個好靚嘅風景，亦都好出名食海鮮。喺避風塘嘅最前面就係一個三家村碼頭，我哋就要喺呢度搭船去東龍島。由三家村去東龍島嘅街道只會喺星期六日或者公眾假期開出。呢度就係售票嘅 counter 啦，要特別留意由東龍島開出嘅尾班船係5.3，來回船票就係每位45蚊。我哋需要選定去程同回程嘅時間，但就算我哋買咗5.3個班船，都可以提早搭3.4嘅船，但係就要提早到碼頭準備上船。呢度有一個好懷舊嘅登船指示牌，呢一間珊瑚海船務公司會用一個懷舊嘅風格去建設碼頭設施。呢度有一個好像真嘅懷舊漁船模型，亦都有一個好懷舊嘅紅色電話亭。喺登船入口嘅左手邊有一幅厄拉嘅手記，會顯示咗東龍島一啲嘅景點俾我哋遊覽同參考。喺手記嘅另一邊都有東龍島嘅介紹同埋東龍島嘅地圖同埋船期表。陣間落船嘅地方就係南塘碼頭，而最高海拔嘅地方係南塘頂。喺售票處嘅左手邊都有一間叫魚社嘅釣魚專門店，俾我哋買一啲釣魚嘅用具。臨近開船，啲人開始嚟齊啦，呢度都變得人頭湧湧。好啦，我哋而家準備上船啦。呢架船嘅外貌非常之有懷舊風格，好多前往東龍島嘅旅客都係嚟遠足散心。而家我哋即將離開三家村碼頭，大約坐咗50分鐘，我哋就會見到一啲嘅魚排。喺魚排嘅側邊有一個位於南塘嘅東龍島碼頭，我哋就喺呢度落船。假日前往東龍島嘅人非常之多，我哋等啲人驅散咗之後就開始遊覽。落船之後可以見到呢度周圍都有船期表，提返我哋搭船嘅時間。我哋正式開始今日遊覽東龍島嘅行程，帶大家去欣賞一個心曠神怡嘅美景。左手邊有一座洪聖廟，但我哋今日就唔去睇啦。喺落船之後，我哋可以見到呢個好淺色嘅東龍島地圖。我哋位於南塘呢一個地方，成個東龍島嘅面積有2.42平方米，海拔最高可以有232米。落船之後呢，東龍島就主要分2條路行嘅，一條就去燈塔，一條去石刻。我哋首先沿住左邊一路行去燈塔嘅方向，我哋沿住綠色圍欄向上走。呢度有好多林林種種嘅士多俾我哋補給同休息。我哋一路沿住左邊直走，東龍島嘅觀光點大部分都集中喺北部呢個地方。我哋會帶大家遊覽東龍島成個北部，介紹唔同嘅露營點，拍攝唔同角度嘅地質風貌同海浪。我哋等陣主要會去雞乸石、燈塔同炮台營地呢3笪地方。地圖嘅旁邊有一個分叉口，指示牌寫住左邊係炮台，而右邊嘅地下寫住石刻。我哋而家就沿住左邊一路出發去雞乸石。呢個地方亦都吸引咗好多行山人士嚟呢度行山。東龍島係一個避世靜心嘅好地方。
周圍都綠草如茵。呢度只會有一望無際嘅海洋同埋壯觀嘅懸崖，所以好多人選擇假日嚟呢度遠足、觀海、露營同攀石，一齊好好感受下大自然啦。呢個石碑係村民為三合土行人路嘅興建表示謝意。行到呢度有一條隱蔽嘅小徑，可以通往雞乸石。上面尖端嘅位置就係雞乸石，而家就即刻帶大家上去睇下啦。喺上面可以睇到一望無際嘅大海同埋成個東龍島。要注意行呢條小徑比較多雜草同樹枝，行起上嚟好容易俾佢哋戒親。上到嚟可以望到下面一望無際嘅景色。繼續向上行，好快就見到雞乸石。呢嚿石喺東龍島嘅北邊中間出現，所以好容易望到，成為呢度嘅地標。雞乸石亦都係一個東龍島好著名嘅打卡位置。大家覺唔覺得呢嚿石好似雞乸呢？可惜佢嘅尾部俾人塗鴉咗一啲紅油。喺觀賞嘅同時，我哋一定要注意保育。由雞乸石呢度望出去，可以望到一望無際嘅景致，同埋東龍島北部露營嘅地方。喺東龍島北部以外嘅地方都係比較高海拔，成個東龍島嘅面積都好大，大家嚟遠足行山都要注意返回程嘅時間。欣賞完一望無際嘅風景，我哋又行返落去主線道啦。而家我哋即刻去東龍島指定嘅露營地方，唔同嘅地方都有唔同嘅風景特色。嚟呢度露營就好似置身於荒島一樣，可以同大自然近距離接觸。嚟到另外一個分叉口，左邊呢條路係去燈塔，而右邊嗰條路就係去儲水池。路牌寫住東龍洲營地，呢個地方就係主要露營嘅地方。跟住落嚟帶大家去佛陀門碼頭。呢個碼頭係新嘅東龍島北碼頭，但係三家村冇船搭嚟呢個北面碼頭。呢度人煙比較少，水清沙幼。中意海灘嘅話，亦都可以喺度駐紮營地。下一站我哋將會帶大家去燈塔。呢個紅色指示牌寫住我哋要經過假日士多先會去到燈塔。喺北邊呢度有非常多嘅士多同茶座，俾我哋中途休息同補給。我哋而家就穿過呢個假日士多，士多後面隱蔽嘅小路就係通往燈塔。上到山坡，又係一處景色優美宜人嘅露營地點。呢一處嘅地方平地比較多，可以容納嘅帳篷亦都比較多。沿住左邊行，我哋可以見到驚濤拍岸嘅海浪，同埋白色嘅燈塔。要落去燈塔，一定要喺左邊小心翼翼咁行落去。不時都有釣魚嘅發燒友喺燈塔旁邊玩機釣。望住呢一座燈塔，海浪衝擊岩石，都有一種天涯海角嘅感覺。喺呢度只會聽到大自然嘅呼吸聲，而聽唔到城市入面嘅喧嘩聲。轉個頭，我哋又去另一個角度參觀東龍島嘅營地。呢一處嘅地方別具空間感，周圍嘅地方都好空曠。由呢度望出去嘅懸崖，氣勢非常澎湃。周圍嘅海水泛起咗好多白色嘅漣漪。呢一處嘅地方亦都吸引咗好多釣魚嘅發燒友嚟呢度釣魚，但係要注意安全。而家我哋準備行去另一處嘅露營地方。東龍島又稱東龍洲，以前亦都稱呢度為南塘洲。好多建築物都有源遠流長嘅歷史，包括係燈塔、炮台、石刻。而家嘅東龍島已經成為燒烤、露營、攀岩、放風箏嘅勝地。
呢度望出去就係佛陀門碼頭，要小心呢條路特別多碎石。參觀完燈塔之後，我哋又返返去假日士多。而家我哋出發東龍洲營地同埋炮台方向，一陣帶大家睇下好多令人歎為觀止嘅懸崖峭壁。行到攰嘅時候，我哋可以坐低枕下腳。好多嘅磯釣人士會由呢度行去岩石上面釣魚。路牌寫住東龍洲炮台特別地區。喺右手邊會有廁所。呢個東龍洲營地係東龍洲最大亦都係最主要嘅營地。等我哋嚟探索一下東龍洲嘅營地各處嘅位置、風光同埋選點俾大家參考。呢一處嘅營地可以容納非常多嘅帳篷，仲有燒烤爐可以俾我哋生火煮食。可以一路欣賞同埋感受大自然嘅氣息，所以喺呢度露營係一個幾熱門嘅選擇。喺呢個方位都可以睇到好靚嘅日出，同埋身處喺呢度係非常之清涼舒服。呢一條小路行上去係另一個露營選點嘅位置。大家又可以欣賞下呢度嘅風光，呢度又可以睇到頭先嘅燈塔。行返落去主營區，我哋跟住落去就會去睇炮台。指示牌寫住東龍炮台嘅方向，地圖顯示而家我哋所在嘅位置。等我哋嚟帶大家參觀呢個炮台遺址。喺博物館嘅對面，又係一處露營嘅地方。呢一個小小嘅博物館就記錄咗東龍炮台嘅由來、歷史、考古、保存同保育。呢座東龍炮台亦都係一個法定嘅古蹟。呢一座炮台係歷史悠久嘅佛陀門炮台，扼守住進入香港水域嘅要道佛陀門。呢座炮台建於清朝康熙年間，用作抵禦海盜之用。喺炮台嘅側面又係一處露營嘅熱點，等我嚟帶大家探索一下啦。呢度嘅景色開揚，一望無際。我哋再行高啲睇，可以睇到一條海平線，越高越靚。呢度就係呢個山峰嘅盡頭啦，要注意呢條斜路係好陡峭嘅，唔建議大家行落去。
擰轉頭，我哋又返返去主要嘅營區。假日真係相當多人嚟呢度郊遊遠足。喺茂密嘅山林，亦都有一條小路。行到嚟呢度，亦都可以觀賞另一個角度嘅懸崖峭壁。喺呢度嘅下面係一個海蝕洞。喺東龍島上面係非常多呢啲嘅海蝕洞。東龍呢個名亦都係源自於呢度嘅海蝕洞，因為海蝕洞嘅緣故，以前呢度嘅居民會叫呢度做通窿洲。咁就因為通窿，後來呢度就叫做東龍洲啦。咁可以睇到好多嘅家庭都會嚟呢度燒烤野餐。最後帶大家上呢個斜坡嚟呢個特色攀岩嘅地方。上呢個斜坡一路沿左行，開始見到一大班人喺呢度玩攀石。喺呢個高海拔嘅地方，可以望晒頭先經過嘅所有露營地點。呢一個咁陡峭嘅懸崖，吸引咗好多攀石愛好者嚟呢度挑戰自己。大家可以睇下呢一度嘅懸崖，感受一下大自然嘅鬼斧神工。睇完呢個攀石場，我哋繼續向上行，睇埋最後一個露營嘅地方。由呢度望出去係一大片頭先經過嘅露營地方。再上到嚟呢度望出去嘅景致，又係另一番風味。行到呢度已經係露營地方嘅終結，再往上行就係更加高海拔嘅地方。大家遠足行山嘅時候要注意回程嘅時間。喺呢度只會見到一望無際嘅天空、大海同岩石，係一個假日靜心偷閒嘅好去處。嚟到呢度，所有嘅露營特色嘅選點都已經介紹晒啦。返返去頭先嘅分叉口，最後介紹埋一個簡易輕鬆嘅郊遊路線俾大家認識。呢條路就係去一個儲水池嘅，去到盡頭我哋就會沿路折返。
度就係儲水池嘅盡頭。最後喺呢個茶座上面，我哋食咗一個炒飯，連埋嘢飲，差唔多要成80幾蚊，所以大家都係自備食物嚟呢度燒烤啦。最後帶大家嚟睇下呢個有300幾年歷史嘅石刻。去呢個石刻都要行一個相當長嘅距離，同埋要不斷上山行樓梯，都幾消耗體力嘅。亦都有好多遠足人士鍾意行呢條路去鹿頸灣。由呢度去鹿頸灣仲有1620米。落埋呢條長長嘅樓梯就會見到石刻㗎喇。呢度就係印有石刻嘅地方，亦都係我哋嘅終點站。咁今日嘅東龍島之旅就去到呢一度啦。如果鍾意呢條片嘅朋友，就俾個 like 我，訂閱我嘅 channel 同 share 出去。可以，可以，現在可以。起不起呢？左右吧，沒問題，好。